小奶娃只因天生脸上长了块鳞斑，就被养父打晕扔到车站自生自灭。濒死之际，他向星辰许愿，他想有个永远不会抛弃他的家，却不料在睁眼竟已来到星际世界。然而地球万人嫌的小怪物，在这个世界却是稀有的灵族幼崽。可当警察比对过基因信息后，瞬间集体惊呆了。系统显示兰兰的生父竟是黑龙王陛下，可皇帝不仅性情不定，更是刚刚杀光了所有血亲。小奶娃的身世使得警署发生激烈争吵，大部分人都认为黑龙王也会杀了他，全都想把他偷回家养着。殊不知，在强烈的恐惧中，小奶娃的求救声瞬间传进了所有龙族内心，谁敢欺负崽崽，谁先找到就是谁的崽了。此刻遥远的地心皇宫，沉睡中的黑龙突然睁开了一双金色琉璃眼睛，与兰兰的琉璃眼睛极其相似。他听到意识深处幼龙稚嫩无助的哭泣声，我的孩子。在漫长岁月里，皇帝莫格都是孤独的，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仅有几个亲眷却都因叛乱被他处决了。他从金碧床上下来，看着落地窗外的风景，陷入了沉思。幼龙哭泣的声音在脑子里挥之不去，小小的身影蜷缩在角落里，全身灰扑扑的，连最基础的金碧床都没有，住的房间还没厕所大，寒酸的厉害。这是血脉相连的呼唤。他试图伸手安抚这个小团子，却又怎么也触碰不到对方。他什么时候有了孩子？这是阴谋还是意外？书记官桑翠走了进来，碧绿色的眸子满是疑惑。陛下怎么了？见鬼！他刚才居然在他们陛下常年冰霜冷面的脸上看到了慈父的表情，他都快忘了天天臭脸的莫格会笑了。莫格一脸笃定，我大概有个孩子丢在外边了。我在梦里听到了幼龙叫爸爸的声音，派人出去帮我找回来。一想到幼崽连个金碧床都没有，心都碎了。不管这个幼崽是阴谋还是意外，都不能让他过得这么凄惨。闻言，书记官桑翠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。陛下您没结婚，天天打仗哪来的崽？没结婚没对象就不能有幼崽？莫格不认可书记官的观点，去查，他一定在。桑翠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无奈去查了。与此同时，兰兰被带到了前往地心的飞船上，她震惊地看着窗户外边的星河，目光一下子亮了起来，闷闷不乐的语气欢快了不少。贝斯阿姨，我们这是要去哪里？我们去玩吗？看着兰兰天真无邪的样子，贝斯不忍心告诉她，很可能是被黑龙莫格抛弃了。兰兰，你以后愿意暂时跟我一起生活吗？你父亲很可能是一个随时把你宰了的龙渣，不如跟姨过好日子。这是警局的人和贝斯他们商量之后才做出的决定。陛下，莫格有发疯杀同族亲戚的黑历史，偶尔还会有精神力暴动发疯，背后不少人称他是暴君。一番讨论下，决定把兰兰送去地心上学，然后找个靠谱的人打探陛下到底是什么想法。正在看风景的兰兰回头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贝斯如受惊的小鹿，真的吗？姨，你会喜欢我吗？再次听到有人愿意养她，兰兰很是期待自己有新的爱她的家人，又害怕自己会再次被抛弃。想到被扔在车站时对星辰许的愿望，决定再一次相信这个半夜陪伴她的好心人。我愿意的，我想和依依当一家人。贝斯心花怒放，大尾巴摇了摇，这么可爱的宝宝谁不喜欢？我就当你同意了。兰兰继续望着窗户外边的宇宙星辰，陷入了迷茫。到了这里会有人喜欢她吗？她脸上有可怕的鳞片，被嫌弃了很久的兰兰，一时间对别人的善意手足无措。她想要别人的爱，宝宝你是最可爱的，他们都会喜欢你的。欢迎回到故乡。兰兰一眼就认出来，这是之前让她许愿的小光球。兰兰露出了惊喜的表情，嘘，别让别人发现我们，不然有人会把我抓走解剖的。小光球在兰兰张嘴之前掏出了糖果，丢进了她的嘴巴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，乖宝宝。酸甜的果糖味道在兰兰嘴中化开，让她伤痕累累的身体暖洋洋的。给她糖吃是好球。兰兰喜欢给她许愿又给她糖的好光球。兰兰选择帮光球隐藏秘密，她想保护所有对她好的人。宝宝，我来教你怎么保护自己，来跟我学习星辰之力吧。不知来历的光球自动承担起了兰兰的教导老师，教她学习自己的力量。兰兰小小的脑袋里满是疑惑。小光球解释，这是你的力量，可以作用星辰的力量锻炼你的精神力，变强你就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和其他人了。兰兰有样学样，察觉到星辰之间的力量正汇聚在她的身上，全身暖乎乎的，她好喜欢。面前的世界变得清晰了起来，她看向了所有人，发现所有人脑袋上都有金色的叶子。3米之内，她看到对方未来的人生。兰兰好奇看了半天，这是什么？是他们的命运线，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未来，也可以尝试改变他们的结局，也可以用来规避风险。谁欺负你就去揍他们。小光球对兰兰格外的纵容，兰兰小小的脑袋到处乱看，直到她看向了贝斯，发现他身上的金叶子有些萎靡的感觉，像是被什么黑漆漆的东西缠上了一样。在没有兰兰的时间线里，贝斯的结局十分凄惨。身为救人的医生，因为家族出问题，他又得罪了地心受宠的幼崽苏菲奈，被针对。有人污蔑他是黑医生致死了人，在成千上万的人的指责中，因为愧疚从高楼坠落，死了也没人收尸。这么好的大尾巴姨为什么没有好结局？苏菲奈又是谁？是比他可爱惹人疼爱的孩子吗？贝斯察觉到兰兰的失落，用尾巴抱起她。兰兰怎么了？年纪这么小，不能天天愁眉苦脸。姨姨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兰兰下定了决心一样，奶声奶气的抱着雪豹尾巴，郑重说道，不会让人欺负姨姨。贝斯听了深受感动，多捏了几下兰兰可爱的小脸。这就是孝顺吗？突然想把小龙崽昧下来，不还给陛下了。贝斯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，笑呵呵的，哈哈哈，等你长大吧。保护人是大人的责任，难得见到可爱的幼崽，星舰上不少可宰的人时不时过来。兰兰嘴甜一顿哥哥姐姐的叫，可爱的幼崽惹人喜欢，被投喂了不少零食饮料。在
欢声笑语中继续前往地心。中途靠站的时候，陆陆续续上来了不少人，星舰上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了起来。真倒霉，要跟下等人做一个星舰，空气里都是荒星的臭味。要不是来接我们的星舰出了问题，我才不来。贝斯不屑地吐槽，仗着家世到处横行霸道的地心贵族们这么嫌弃，还跟我们做一个星舰干嘛？此时兰兰刚好拿了块蛋糕回来，路过这群人时，有人故意伸出了腿绊倒他。贝斯眼疾手快地抱住了兰兰，厉声质问：你干什么？没看到这里有幼崽吗？讥讽傲慢的声音从贵族女人嘴里传出，不长眼的东西差点撞到了我，跟这种乡下来的土包子做一个星舰真是倒霉，脏死了。兰兰已经习惯了被人故意绊倒的恶作剧，这次她本来以为自己会狠狠地摔倒，却被贝斯及时抱住了。贝斯护崽子似的把兰兰护在身后，愤怒地看向这个高傲的兽人。看清对方真面目的时候，发现是他过去认识的人，一个高傲的讨厌鬼。维拉，怎么是你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学会了欺负幼崽，当了母亲的人对别的幼崽恶意这么大。这个傲慢无礼绊倒兰兰的女人是蛇族兽人，她这一支的家族据说祖上跟龙族通婚过，向来鼻孔看天，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。在帝国大学时，贝斯跟他打过交道，两人观念不一样，险些打起来。这2年，贝斯偶尔从社交媒体上见过维拉的新闻，他唯一的女儿苏菲娜年纪小小觉醒了亚龙族形态，被缺幼崽的龙族当作是龙族百般疼爱，他们家族如日中天。贝斯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人。兰兰一眼就看到了维拉身上的叶子，这人是苏菲娜的妈妈，因为嫉妒导致贝斯家族破产，污蔑他当黑医生治死人的真凶。兰兰气鼓鼓地探出头来，姨他坏，不要跟他玩。两人同仇敌忾的讨厌维拉，这不是贝斯吗？当年多威风，怎么沦落到荒星去当医生了？还没有半点风光。维拉一看是贝斯，想到往日的恩怨，继续嘲讽：这是你的幼崽吗？灰扑扑的这么瘦，比不上我可爱的苏菲娜一根汗毛。贝斯是他在帝国大学时的噩梦，无论怎么努力都比不上贝斯。现在看到贝斯混得没有他好，心中得意洋洋，一想到自己可算能压贝斯一头，心中无比快活，想继续从兰兰这里找点存在感。可当他看清楚兰兰的脸时，心里咯噔了一声，踉跄了2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这幼崽的脸怎么有点像陛下，尤其是这双如星辰闪烁的金色琉璃眼睛，这是皇族的特征。维拉不可置信地看向贝斯，这是你的幼崽？难道贝斯跟陛下有情况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。这个幼崽是陛下的血亲的话，他都不敢想那群缺幼崽的龙族得多疯狂，到时候他的苏菲娜就没有任何地位了。贝斯皱眉将兰兰往背后藏了藏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幼崽过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这张脸是真是假。维拉心急之下就伸手去抓兰兰，说着是想看看，锐利的指甲更想毁了这张脸。我就看看不会对你做任何事情，他绝不容许龙族有新的幼崽取代苏菲娜的地位。不要怀疑，我不要你碰我。兰兰讨厌这个绊倒他又害死贝斯的罪魁祸首，我要对你不客气了。讨厌，有很讨厌人的人在欺负他们。兰兰感觉好委屈，她不想被坏阿姨碰。兰兰年幼不懂关闭族内通话，幼龙委屈巴巴奶声奶气的嚎叫，让龙族内所有龙都听得一清二楚，顿时心都揪了起来。可怜的崽崽，是谁敢欺负他？一群废物，这么久了连个崽崽都找不到，听得我的心都碎了。我感应了一下，幼崽已经到达了地心，快去找。星舰内的气氛紧张不已，没想到小光球突然出现。宝宝讨厌的人可以出手的，不用太压抑自己，小孩子是可以任性的，用我刚才教你的方法，让敢欺负你的人知道你是不能随意欺负的。小光球依旧在教导兰兰往暴力出奇迹的方向发展。兰兰在维拉抓到他手臂的瞬间，调动全身的星辰之力，瞬间将维拉甩飞了出去，将他摔了个人仰马翻。哎呦，死丫头，居然敢摔我！兰兰冲他扮了个鬼脸，坏姨该打。兰兰心里有点小骄傲，她现在有能力保护自己和贝斯姨了。小光球又掏出了好吃的果糖，偷偷塞兰兰口袋。好厉害的宝宝，学得真快，下次我再继续教你好用的。贝斯震惊地看向小小只的兰兰，他记得维拉是精神力1级的兽人，算是实力不错的兽人。兰兰居然可以直接把人震飞，他年纪这么小，精神力强度就这么强了。附近不少人都看向了兰兰，对这个年纪小实力又相当惊人的幼崽产生了好奇，这是普通幼崽可以做得到的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星舰提示他们已经到达了地心。贝斯抱起兰兰赶紧下了星舰，维拉狼狈地从地上站了起来，阴狠的目光盯着兰兰和贝斯他们远去的背影。可恶，这死丫头和贝斯一样讨厌。维拉有种预感，这个死丫头会跟当初贝斯抢走他的风头一样，抢走本该属于苏菲娜的东西。他不能让陛下发现这个幼崽的存在，最好是在这之前让他死掉，谁也不能抢走他女儿苏菲娜在龙族中的宠爱。想到这里，维拉决定联系上那个人。此时另一边星舰客厅，贝斯发现兰兰盯着他，像是有什么话要说。宝宝怎么了？闻言，兰兰鼓起勇气，认真的对贝斯说起了他看到的事情。姨，你要小心，那个坏阿姨她会害死你。我看到了。戴着可爱龙帽子的兰兰奶声奶气的，贝斯震惊的抱尾巴都不甩了。兰兰这么小怎么会突然说出死亡的话题？是刚才被维拉的刁难吓坏了吗？贝斯本以为是幼崽的幻想，可当他发现兰兰说的很多细节都对得上，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兰兰这个能力在星际当中几乎是 bug 一样的存在，应该是星际当中一些隐蔽种族的技能。按兰兰的说辞，雪豹家族离破产被陷害不远了，他和家族已经进入了死亡倒计时。姨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小光球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想害你们的人通通干掉。战斗是你刻在血脉里的东西，当务之急贝斯得尽快回去跟家族商量这生死存亡的大事。当贝斯带兰兰回到家族的时候，一男一女激动地向他们走来，是贝斯的哥哥和姐姐。贝斯，你在外边这么多年总算回来了，你怎么还带了个灵族的幼崽？贝斯顾不得酗酒，将他们这一路的经历
和兰兰说的话全盘托出。兄妹三人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。老大雪豹托尔蹲下来与兰兰平视：陛下的幼崽吗？听说陛下那一脉战斗力惊人，预言能力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兰兰看了一眼这两个人，发现这些有毛茸茸大尾巴的雪豹一个个都惨死。见这些人不是很相信他，兰兰如数家珍将他看到的未来全都说了出来。伴随着他每说一句话，托尔和卡莎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，两人齐齐震惊。贝斯，你跟他说过我们的名字和职业吗？兰兰说的东西都对上了。贝斯摇了摇头，他们神色一变，朝着兰兰说的地方去查。果然维拉背后的黑蛇家族早就盯上了他们家族旗下的产业，他们赶紧跟这些暗中对付他们的黑蛇家族较量，把所有可能致他们灭亡的钉子一一拔除。黑蛇家族损失了不少人，又不敢声张，只能吃了哑巴亏，气急败坏，又搞不清楚雪豹家族到底是怎么发现他们的计划的。在星舰上丢了面子的维拉收到急报，气得把一套珍贵的首饰砸碎在地上。可恶，贝斯，我小看你了，一回来就发现了我背后动的手脚，不毁了雪豹家族难解我心头之恨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扑到了维拉的怀里。妈妈，你在生什么气？谁惹你了？我打死他！维拉见到苏菲娜，心里的愤怒消了点，但是一想到那个跟陛下有几分相似的灵族幼崽，心中就越来越急。他听说龙族最近在大张旗鼓地寻找什么幼崽，看起来十分重视。他很快就想到十有八九是贝斯带回地心的灵族幼崽，一旦那个幼崽回归龙族，龙族有了真正的幼崽，那他的苏菲娜将会一无是处。他绝不容许发生这些事情，他的苏菲娜值得世上最好的。维拉抱住苏菲娜，盯着她碧绿的眸子，一字一顿地教导她：苏菲娜，我的好女儿，很快你就会遇到一个会夺走你一切的幼崽，我画给你看，见到他千万别客气，把他弄死。那个幼崽和苏菲娜年纪差不多，都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估计很快他们就会相遇。苏菲娜不懂成年人之间的弯弯绕绕，只听懂了有人要跟她抢东西。妈妈说的肯定没错，有个不要脸的幼崽要抢她的东西，等她见到了，她要带人好好给他们教训。不管维拉这边如何恼怒，雪豹家族那边破解了家破人亡的危机，喜气洋洋的。兰兰的举动救了他们一命，瞬间所有人对她的好感度拉满，越看越讨人喜欢。兰兰真是我们的福星，没她的话我们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。别管她那不养幼崽的无良疯爹了，我单方面宣布，兰兰就是我们雪豹一族的幼崽，赶紧上户口，这样别人就抢不走了。侄女啊，这是叔叔姨姨们送你的黑卡，拿去随便刷，有什么喜欢的跟我们说，想要大城堡都给你买。兰兰的口袋里塞满了各种黑卡和宝石，作为喜爱金币和珠宝的龙族无法抗拒这种诱惑。兰兰的眼前一亮，叔叔姨姨们都是好雪豹。贝斯为兰兰的未来思考了很久，在看到最近一个新闻时终于下了决心。兰兰，作为你6岁的奖励，你该去上学了。闻言，兰兰可爱的小脸瞬间垮了下来，我不要上学，这才不是奖励，还不如小光球送她的糖果好吃的。抗议无效，贝斯有不得不送兰兰去学校的理由。听说入学测试时陛下有可能会亲临，兰兰这个暴君大概率是你亲爸爸，你可以去看看他喜不喜欢你。这是皇帝莫格第一次宣布要出席幼崽的开学测试，贝斯私心想将兰兰留在身边，但对渴望有家的兰兰不公平。贝斯希望兰兰永远生活在有爱的家庭里，不留遗憾。兰兰有些沮丧，我有姨也是一样的，爸爸他不一定比您爱我，否则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？贝斯安抚兰兰的焦虑，开导她的心结。兰兰放心，他们会喜欢你的，我也会保护你，不管你要不要找你的亲人，你也要去上学学习控制精神力，你的未来对你自己也很重要。贝斯也不敢揣测那个疯子皇帝的心思，只能赌一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真闹出什么事情，他肯定会站出来保护兰兰，咬死兰兰是他和王夫的孩子。宝宝别担心，你爸爸要是讨厌你就打他，到时候我帮你收拾他。小光球温柔的声音安抚他，继续给兰兰塞糖。一人一光球说的有道理，兰兰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到了报名那天，兰兰收拾好东西，坐在沙发上乖巧等着去学校。兰兰身上的衣服是合身干净的，不再是别人不要打满补丁的旧衣服。兰兰很喜欢贝斯姨一家，感觉她现在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然而贝斯带着兰兰刚坐上私人星舰，兰兰就发现星舰上多了2个鬼鬼祟祟的人，是托尔叔叔和卡莎姨。两人躲在座位后面，鬼鬼祟祟的生怕被看见。叔叔姨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玩捉迷藏吗？当场被抓包的两人尴尬的出来寻了个座位，哈哈哈，好巧啊，我们刚好路过。拙劣的谎话没人信，你们一个总裁不去处理公司的业务，一个大明星不敢通告，悄悄跟过来做什么？我亲侄女上学这种大事，怎么也得我亲自去，太值得纪念了。托尔已经自然而然地把兰兰当成自己家的幼崽，什么陛下不陛下已经被他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来了就是他们家的崽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兰兰就不能是他们亲生的吗？一个综艺我推了，还是兰兰的入学要紧。卡莎在星舰上补妆，让自己时刻保持最完美的姿态。入学后我们合影一下，到时候发社交媒体让大家都看看我们的宝贝，嫉妒死他们。贝斯怀疑他们2个就是过来炫崽崽，多可爱的。一家4口高高兴兴地带着兰兰去办理入学手续了。兰兰被3根毛茸茸的雪豹尾巴围着，一路玩到了地心小学。作为地心有名的幼崽学校，又有陛下亲临的传闻，家长带来碰运气的幼崽并不少。兰兰他们的到来，因卡莎的名气引起了一点热议。雪豹家族什么时候多了个这么受宠的幼崽？不少人注意到了兰兰的存在。登记完报名之后，校长正在台上絮絮叨叨地说些入学测试的规则。入学测试与地球上的完全不同，需要经过测试择优入学，名额只有1000个，一共有3个测试。第一个测试是测精神力，只有前1000名才可以进入下一轮，失败的人只能选择去别的学校深造。第2关是一些小测试，一般识字认字的幼崽都可以通过。第3关比较复杂，需要幼崽组队进入试炼之森做任务。据说最后一关的时候，许久不在公众露面的陛下莫格会亲临看测试，星际将会直播这精彩的画面，全部通过的前1000名就会正式入学。帝国小学是不少优秀兽人的摇篮，从这里升学上去的毕业之后都有不错的前程，哪怕入学测试很难，也有不少人趋之若鹜。托尔看兰兰瘦弱的样子，
实在是担忧他的体力跟不上。宝宝放轻松，实在不行我就给学校捐个图书馆。看在优秀毕业生的份上，用特殊的方式入学，雪豹家族的钱还是足够的。兰兰报名排队，听着一堆规则昏昏欲睡，啃着小光球送的糖果。旁边一个年纪相仿的少年正好奇看着他。少年墨发如黑曜石，一双赤红色的眸子如红宝石，看起来比同龄人更沉稳冷静。我叫泽维尔，雪凤一族的人。你是谁？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。泽维尔在地心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到与周围人完全不一样的幼崽，讨人喜欢，让人忍不住想跟他一起玩。泽维尔又害怕自己身上的异常会吓走他。兰兰循着声音看了过去，透过泽维尔身上金叶子看到了他，又是一个因苏菲娜而惨死的人。这个叫泽维尔的幼崽是同龄人，是雪凤家族的变异体，元帅的独子。因成年后的苏菲娜爱慕他，他无动于衷，被苏菲娜诋毁，污蔑他倾国人，名声毁于一旦，在战场上被极度的情敌刺死，死后还被说是逃兵，太惨了。虽然是10几年之后的事情，兰兰还是觉得泽维尔可怜，一脸怜悯地跟他分享自己的零食。我是兰兰，叔叔姨姨们带我来上学，给你好吃的，看在你也这么惨的份上，跟你分享我最喜欢的糖果。兰兰把小光球安慰人的方式都学了去。泽维尔犹豫了一下，家里不让他吃外边的东西。可爱的兰兰笑嘻嘻的时候，像是一抹温暖人心的阳光，甜甜的跟果糖似的。泽维尔还是拿了一颗塞嘴里，好甜，甜滋滋的糖果化作了一股热流，流窜在泽维尔身上，让人身上暖洋洋的。给他吃这么好吃的糖，兰兰是个好人。年纪相仿的人两小无猜，很快就玩在了一起。贝斯他们看在眼里，心中欣慰。兰兰这么快学会了分享，还找到了同龄玩伴，老母亲心里倍感欣慰。可就在兰兰和泽维尔相谈甚欢的时候，突然人群里有人惊呼了一声：“是苏菲娜！”她跟直播里一样可爱。兰兰听到反复出现的名字，朝她的方向看了过去，穿着粉嫩的可爱女孩从私人星舰上走了下来，年纪与兰兰相仿，皮肤白皙娇俏可爱，眉宇间的自信骄横，一看就是千娇万宠的千金小姐。比起灰扑扑的兰兰，苏菲娜更像是受万千宠爱的小公主。身为全星际有名的可爱幼崽，苏菲娜的名气非常高，到哪里都是光芒万丈的小明星。兰兰看着自己因为干活粗糙有伤痕的手，突然有些不好意思。苏菲娜她是不是比我可爱多了？一旁的泽维尔看了看苏菲娜，又看看兰兰，她没意思，你比她可爱多了。黑蛇家族的苏菲娜脾气太差了，还总是围在她身边抢她的蛋糕，太小气了。她不想跟她玩，还是兰兰大方，可能是他们两人的目光太过专注。苏菲娜朝她的方向看了过来，一瞬间两人的目光对上了。苏菲娜本来沉浸在众星捧月的讨论声中，注意到人群里一道目光，可看到兰兰的时候，心里却有了奇怪的感觉。妈妈，那个人是谁？我不喜欢他。维拉看到了贝斯和兰兰，顿时漂亮的眉毛竖起。宝贝，这就是那个会夺走你一切的幼崽，你的敌人。你要是不狠狠对付他，他会夺走现在属于你的一切。维拉向苏菲娜灌输了很多要争夺的想法，他们不争不抢，别人就会又争又抢，咬断他们的喉咙，夺走他们的地盘。苏菲娜不屑地想到，看起来像只脏兮兮的蜥蜴，这种不起眼的人怎么夺走我的东西？妈妈也太小心了。苏菲娜心想，她才不会变成兰兰这种灰扑扑的人，她永远都会耀眼。苏菲娜她顺风顺水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人能比得过她。这次的入学测试她会大放异彩，这里是她的舞台，这次入学陛下会亲自过来，你要好好表现。维拉不放心地反复叮嘱苏菲娜，要是陛下认你为干女儿，你就是帝国的小公主了。维拉他们的野心远没有让苏菲娜当最受宠的幼崽那么简单，一切计划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他们黑蛇家族即将站在权力巅峰，而苏菲娜入学时引起陛下的注意是计划中的第一步，容不得任何闪失。苏菲娜，你绝不能输，你要一直赢。苏菲娜感觉肩膀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。妈妈，我会努力的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校长终于把测试规则说完了。现在第一关的精神力测试开始，精神力测试由校长亲自负责，按名字一个个上去握住精神力检测机器。一旁的校长连连夸奖这次的学生质量不错，陛下说议会出席，他们学校赚大了。这时泽维尔的精神力等级出来了，泽维尔你是 S 级，好厉害。兰兰星星眼，开始好奇自己的精神力等级是多少。你要去哪里上学？我也跟着去，到时候我护着你。一直没有玩伴的泽维尔只想跟着小伙伴一起玩。带泽维尔过来报名的管家汗流浃背了，少爷你现在这么任性，元帅知道了会揍你的，护着我，我罩着你们才是。兰兰出现校园孩子王的势头，我打架可厉害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成为整个学校的霸王。小光球转了一圈，对这学校的条件很嫌弃，宝宝你的精神力只会比他们都强，这里的机器也太老旧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检查出你最高的等级，要不是当初出了点问题，兰兰也不用吃那么多苦，还要在这落后的学校念书。很快就到了万众瞩目的苏菲娜，所有人都看向了她。苏菲娜骄傲自信像只小孔雀，走上前去握住了检测精神力的机器，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了机器当中。校长看到苏菲娜精神力一路往上飙升，很快就到了 SS 这里一动不动。校长测了这么多人，第一次见到 SS 级的精神力，激动地向众人宣布了这个结果：苏菲娜精神力 SS 级。不少人看到这一幕，日常开始了对苏菲娜的赞美，不愧是苏菲娜，不仅人生的可爱，还是个天才啊！宝宝你太厉害了，你是地心最棒的幼崽，后边的测试都不用看了，还能有谁比得过苏菲娜？苏菲娜得意洋洋下来，路过兰兰时看到她跟泽维尔在分糖吃，优越心让她控制不住自己的大小姐脾气，讥讽人的语气像极了她的母亲，居然吃这种底层人才吃的糖果，让我看看你的精神力等级是不是跟你的糖一样廉价。兰兰眨了眨水汪汪的眼睛，天真无邪的语气里有些震惊啊，你没吃过糖果，太可怜了吧？居然有人没吃过好吃的糖果，谁要你的可怜？乡下来的蜥蜴，我不喜欢你这样说话，我不跟你交朋友了。兰兰嘟着嘴表达了自己的不开心，两个幼崽相看两厌。泽维尔旁边
边看着出声帮兰兰，苏菲娜不许你欺负我朋友，你跟他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，泽维尔你宁愿跟他当朋友也不跟我当朋友，你等着，很快你就会看到他的精神力等级太差被赶出去了。苏菲娜气嘟嘟的跑回了维拉的身边，叽叽喳喳的告状。苏菲娜和兰兰之间闹了小矛盾，不少吃瓜群众开始好奇起了兰兰的精神力等级。这个幼崽看起来挺可爱的，是怎么引起了苏菲娜的注意？下一个，兰兰。校长瞥了一眼兰兰的资料，发现是曾经的优秀毕业生贝斯带过来的幼崽，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你就是兰兰，真是个可爱的幼崽。可看到兰兰的脸时，他心里又暗暗惊奇。这个幼崽的眉眼有点像几百年前站在这里的皇帝莫格，不过想到他们的陛下至今未婚，这种想法很快就被他抛到了脑后。就陛下那个疯样，还想要老婆孩子，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可能。还是继续看兰兰的精神力结果吧。很快，兰兰站到了检测机器前，按照要求握住了机器。下一秒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因为扛不住兰兰浩瀚如宇宙星辰的精神力，机器差点当场炸掉。精神力一秒飙到了等级的最高处，校长瞬间瞪大了眼睛，完全不敢相信5、6岁的幼崽精神力居然就有 SSS 级，难道是机器坏了？校长找来了技术人员排查，到底是不是检测仪器出了问题。众人窃窃私语，维拉直接开口打压兰兰和贝斯他们，怎么还不公布？他的精神力有什么特殊的吗？难道是最废物的一级？该不会是精神力低到没有测不出来吧？别出来丢人了，哈哈哈哈！闻言，贝斯眉头一皱，发出了一声爆吼警告：再让我听到一句你诋毁兰兰的话，我就撕碎你！很快，技术人员排查完毕，检测机器没有任何问题，可能是因为精神力太高，机器检测不到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校长大受震撼，这个幼崽的精神力等级竟然远在陛下之上，这已经不能说是天才了。随着校长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本来还在吃瓜嘲讽的人也逐渐发现了不对劲，一种可怕的猜测在众人的议论当中出现了：为什么不说话？难道他的精神力等级还能比苏菲娜还要高？维拉本来得意的表情渐渐垮了下去，难道真是 SSS 级？贝斯的幼崽莫非真的跟陛下有关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维拉看向兰兰单薄的身影，心里扎下了一根毒刺，这个幼崽留不得，在陛下发现他之前，尽快让他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苏菲娜妈妈会帮你处理好所有的敌人。过去被贝斯强压一头，永远当万年老二的生活他已经受够了，他不能让心爱的苏菲娜过上同样的生活。不久后，校长终于从震惊缓了过来，为了防止出现太多争议，决定按目前最高定论的精神等级来定。校长激动地向所有人宣布，兰兰精神力 SSS 级，全场顿时一片哗然，感觉人都麻了。SSS 级居然让他们亲自目睹了一个天才的诞生，可恶，我的幼崽怎么就不能这么聪明？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兰兰听得他人的赞美，第一次得到这么多人认可，她非常开心，笑嘻嘻的，看起来是个很有福气的娃娃。兰兰奶声奶气的问，校长爷爷 SSS 级很厉害吗？校长一看到天赋出众的幼崽就满心欢喜，你是这里最优秀的幼崽，这么多年帝国几岁就有3S 级精神力的兽人，除了陛下就只有你了，现在陛下是帝国里最强的人，等你长大也能变得很强。兰兰第一次听到父亲比较好的评价，顿时对素未谋面的莫格颇感兴趣。校长看着兰兰那双熟悉的金色琉璃眼，他心里又开始怀疑了，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巧合的事？这个幼崽真的跟陛下没有关系吗？真是的话，放着这么可爱的幼崽在外边吃苦，扎爹啊！正在出席学校测试路上的莫格打了个喷嚏，谁骂我？莫格现在十分在意自己流落在外幼崽的消息，已经1个月了，全族出动掘地3尺都没找到小龙崽的身影，让莫格本就不安躁动的精神力更加暴躁，无法控制不住自己残暴的欲望。书记官，你说我的孩子有可能会在入学测试里出现吗？精神力里出现的小龙崽年纪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，书记官提到他有可能参加地心学校的入学测试，这才抛下政务过来碰碰运气。书记官昧着良心说道，10有8、9的可能性。莫格满意了，那就好。在路上他继续思考龙崽的来历，他感觉自己疯疯癫癫，这段时间自己的记忆力好像出了问题，忘记了很多东西。而此时另一边风向已经变了，维拉那派讥讽的声音顿时没了，不少带幼崽过来报名的兽人看在眼里，心里有了别的打算。兰兰这精神力前程不可限量，哪怕不结交也不能得罪，看起来快破产的雪豹家族很可能要崛起了。一群人抓住机会将他们围了起来套近乎。兰兰第一回被这么多人包围着有些不好意思，而苏菲娜被冷落在了一旁，本来围绕在她身边的人都去了兰兰那边，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夺走关注的落差。苏菲娜第一次体会到了嫉妒和不甘心的滋味。维拉抱住苏菲娜在她耳边说教，苏菲娜看到了吗？兰兰就是个坏种，她就是这样一步步夺走你的一切，你对她放松警惕，对她善良，她就会得寸进尺。我讨厌她，我不会输的。妈妈，第2关的测试没有人比得过我。很快第2关测试就开始了，这关是比文化水平，作为地心知名的学校，自然不会考普通的文化课，而是关乎他们精神力使用的古文，这是苏菲娜的强项。我提前找了那么多教授教你，就是为了现在。苏菲娜，你得争气一点。维拉对她的未雨绸缪非常得意。贝斯在乡下荒心当了那么久的医生，这几年雪豹家族在打压下濒临破产，哪有那么多钱和资源培养兰兰学习古文？维拉觉得他的苏菲娜胜券在握。苏菲娜，你放心，精神力天赋是天生的，但是学习是后天的，那死丫头肯定比不上你。很快，兰兰忐忑地坐在了座位之上，待她看清楚题目时，瞪大了双眼，不敢置信地重新看了几遍。这是古文，看起来很简单。在没有亲眼见到星际的古文之前，兰兰心里是忐忑的，怕让贝斯姨姨他们失望。可亲眼看到的时候，松了一口气。所谓的超纲古文竟然是中文。兰兰在孤儿院时接受过简单的识字教育，聪慧的她这些题目对她来说不要太简单，才几分钟的时间，兰兰就填好了。无聊的东张西望，看到各个考生正眉头紧皱，好像遇到了人生难题。就连自称天才的苏菲娜看着题目都明显紧张了起来。有这么难吗？时间才刚开始，不能提前交卷。兰兰干脆趴在桌子上睡觉补眠，直接开摆。她摆烂的姿态引起了别人的热议。不会吧，她这么快就放弃挣扎了？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，精神力优秀不代表文化水平高，她不会也正常。看来
还是得看苏菲娜。苏菲娜看到兰兰这么摆烂，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一轮她要赢一回，不能让兰兰一直嚣张。监考巡逻的教授路过兰兰时，无意间瞥了一眼她的卷子，瞬间瞳孔地震，激动的就差拿起她的卷子仔细研究。这个幼崽解答的竟然比他们研究的东西还细致，天才，这是天才啊！教授目光灼灼落在了兰兰胖乎乎的小脸上。等他入学，他要申请当兰兰的老师。他有种预感，兰兰会给帝国带来巨大的变革。然而熟睡中的兰兰对此一无所知，她梦到自己待在一个封闭的圆球里，黑漆漆的让人不安的蜷缩成一团，附近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厮杀声和惨叫声。没多久，他附近来了几个人，正在讨论着他。这是死胎，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，倒是省了我们亲自动手。死得好啊，活着会影响我们的计划。那这个蛋丢哪里？死蛋在这里被发现会查到我们身上的吧？丢到太空去，时间久了就会变成垃圾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那个疯子醒来后也不一定记得这件事，就这么办吧。兰兰察觉到他们的杀意，完全不敢动，直到他坠落在陌生的地方，沉寂了很久，不知道哪里来的金色的小光点一点点汇聚在他的身上，伴随着哄睡的温柔安眠曲，兰兰逐渐安心了。直到心脏的第一声跳动声响起，他听到外边的世界有人正温柔哼着歌曲，随后他一拳砸了出去，弹壳碎裂后金光露了进来，他看到外边世界的第一眼就是一个女人的背影，泛着金光的银色发丝如点缀了万千星辰，极其耀眼。你是谁？女人听到了兰兰的声音，急切的回头，绝美的脸上满是不舍与痛苦。我得走了，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你的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兰兰想去追赶，可她的小短腿赶不上，眼睁睁看着对方化作了星辰消散在宇宙当中，可下一秒就被一道洪亮如钟的声音吵醒了。时间到收卷了。兰兰睡醒发现刚才那些不过是梦，那个温柔善良的大姐姐是谁？她怎么会受那么重的伤？她迷迷糊糊中走向了贝斯他们，填完就好了，重在参与。贝斯他们将兰兰睡了一局的表现看在眼里，怕她落差大出现心理阴影，忙安慰，等你顺利完成入学测试，我们就去吃大餐。可很快成绩就出来了，贝斯带着兰兰忐忑不安的去看排名，贝斯翻来覆去的找名字，怎么找不到兰兰的排名？兰兰指了指比自己高很多的位置，叔叔姨姨，我的名字在这里。贝斯沉默了，兰兰的名字赫然出现了第一名的位置上，苏菲娜错了一道题屈居第二名，优秀如贝斯都不能古文全对。兰兰给他们的惊喜越来越多了，苏菲娜看着第二名的位置，一直以来属于她第一名的位置已经没了，看着维拉看她失望的表情，心里说不出的不服气，她又让妈妈失望了，刚拿起笔来就做完了，还全对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苏菲娜很不服气，出言指责兰兰作弊，我都不会做的题你都会，我不服。兰兰小骄傲，我没作弊，就是很容易，一下子就填完了，凭什么你不会我就不会？苏菲娜的质疑引来了校长，他站出来替兰兰说话，苏菲娜小姐，你是质疑我们学校的公平吗？你做不出来不代表别人就不会，如果是这样这里不欢迎你。兰兰的答题过程校长完全看在眼里，这么诚实的幼崽不可能作弊的，你是校长也不能包庇作弊的人，何况今天是陛下亲临的日子，我又在陛下面前说得上话，闹大了谁的脸上都不好看。维拉见苏菲娜被斥责，护崽心切的他借着皇帝的名头施压，现在认错重新考试排名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而贝斯也不惯着，想用陛下压我们，莫须有的事我们才不会认。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，怎么这么热闹？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一个人的到来打断了他们之间紧张的局势，是陛下来了。被护在贝斯身后的兰兰听到了是他基因上的生父，好奇又紧张地看向打断他们谈话的人，一个墨发金瞳的俊美男人从星舰上被簇拥着走下来，经常征战四方的男人周身气场看起来十分危险，他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周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来这里就这么热闹，有什么趋势不如跟我说一下。紧接着校长将他们这里的事情一一说了，让莫格定夺，一点小事，是不是调出监控不就知道了？谁作弊谁污蔑一目了然，这些都没有他流落在外的幼崽的消息重要。维拉担忧莫格会和兰兰牵扯上，让他的苏菲娜失去表现机会，赶紧岔开话题，不用调监控了，可能是我们看错了，还是别耽误幼崽们的入学测试了。这件事就此结果，所有人都关心起了第三关的测试。兰兰远远看着莫格不敢上前，看起来好凶哦。贝斯也不敢让兰兰贸然出现在莫格面前，毕竟不知道他的真实心思，还是以入学测试为重。第三关的考验的是去专门给幼崽准备的试炼之森打怪，拿到宝箱里的精致太阳花，太阳花越多积分越高，按太阳花数量来排名。而为了保证安全，需要3人组队小组，还有移动监控全程直播，一旦发现有威胁到幼崽性命的事情，就会有人出手救人。大家都在到处找队友进入试炼之森，一进去直播间就开始，全星际的人都在围观幼崽们。兰兰的名字第一回出现在星际网民当中，很多人对他一无所知，褒贬参半。维拉在没人看到的角落里给苏菲娜塞了一个试剂一样的东西，这个给你，在测试里要是感觉比不过兰兰了，就找一个没有监控的角落砸碎它藏起来，不会有人再次夺走你的第一。淡绿色的试管散发着不祥的光芒，里面有一只蜷缩起来的小老鼠大小的奇怪的野兽，察觉到体温红色的瞳孔睁开了，怨恨的目光盯着苏菲娜，就像要把她吃了一样。见状，苏菲娜被吓了一跳，险些把手里的试管砸落在地上。妈妈，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可怕，她有种预感里面的东西很危险。别怕，这是帮你获得第一的东西，妈妈不会害你的。苏菲娜对自己开始产生了质疑，我现在需要作弊才能维持我的第一了吗？不久前他们还在质疑兰兰作弊，这才一回他们就开始作弊了。小孩子懂什么？为了获胜本来就该不择手段。妈妈，我为了拿到这个可是费了不少心思，你可不能让我失望。苏菲娜想到那些赞美和夸奖开始转移到了兰兰身上，还是将这个诡异的试管一同带了进去。兰兰看着幼崽们纷纷找到了队友进去试炼之森准备，也跟着一起找队友。泽维尔主动找到了兰兰，我们组队吧。好，那我们还差一个。作为朋友，兰兰一口气就应了
了下来，东张西望看看还有谁愿意跟他们一起。不远处又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，脑袋上顶着一对毛茸茸的仓鼠耳朵，主动过来跟他们组队。我是仓鼠家族的爱莲，我们家族的天赋是可以以最快速度找到宝物，不过我的战斗力不太行，你们愿意跟我组队吗？爱莲到处找队友都没有人愿意跟他组队，苏菲娜更是讥讽他，下水道的老鼠也敢跟他组队。一路问过来，他鼓起勇气向兰兰发起了组队邀请，若是一直没人愿意组队，他只能出局无缘这个学校了。兰兰盯着爱莲毛茸茸的耳朵笑得温暖，好呀，没有人跟你组队，那我跟你一起组队，我罩你啊。兰兰想罩人的想法再次蠢蠢欲动，爱莲感动得一塌糊涂，他一定会努力找到精致太阳花的。三个人准备好就踏入了试炼之森，不求第一分数足够他们入学就够了。跟随他们的监控直播是一个蓝色的小光球，全程跟随兰兰三人组进行直播。兰兰他们进入试炼之森的时候，离莫格的位置比较近，三人一路上笑嘻嘻地走进去。莫格察觉到了血脉深处不同寻常的触动，目光瞥向了悄然离去的兰兰的背影，怔愣片刻，忍不住往她消失的方向看了过去。刚刚过去那个幼崽是谁？他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。直到兰兰的背影消失在试炼之中，他仍旧死盯着他离去的背影，不死心地做出了大胆的猜测：桑翠这么可爱的幼崽会不会是我家的呢？那双眼睛不要太像他，若不是桑翠拦着不让他如此冒失，莫格定要冲上去一探究竟才死心。桑翠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甚至麻木了。陛下这一想，幼崽病又犯了。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已经不下100遍。桑翠轻咳一声：陛下在场的幼崽资料我已经提前看了，这位叫兰兰的幼崽是贝斯和早逝丈夫的幼崽，应当不可能跟你有关系。龙族在找素未谋面的小殿下的时候，自动把登记了父母的兰兰给排除了。莫格有些失望，不是吗？他又认错人了吗？贝斯的丈夫您也认识，是您曾经的亲卫安迪，牺牲在异兽的战场上了。兰兰入学资料上填的监护人是他们两人，理论上应当是他们两人的幼崽没有错。莫格皱眉，原来是贝斯学姐和安迪的孩子，你们应该保障好牺牲者家属的生活。在荒星待那么久，讨生活什么样子一直都有给，是他不愿意回地心，那他的孩子到底在哪里？一想到他的孩子还在看不到的地方吃苦，莫格心里越发烦躁，眼中一道红光闪过，陛下清醒一下，这里到处都是幼崽，你不能在这里发疯。本来在一旁认真帮忙处理政务的桑翠一看不对劲，从随行包包里马上掏出了一根镇定剂，扎到了他的体内，一针镇定剂下去，莫格眼中的红光收敛起来，是我失控了，你说的对，在找到他之前我要保持正常，我不能让幼崽发现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个疯子，他想在还有理智之前找到他的孩子，给他世上最好的一切。几年前莫格去战场上灭了上万异兽，但也身受重伤濒临死亡，救醒之后记忆力时不时出问题，还得了兽人最为恐惧的退化病。一旁众人已经开始看直播间可爱的幼崽，兰兰三人小队的直播间涌入了不少人。可爱的3个幼崽跟你们的妈咪说再见吧，现在是我家的了，就是他抢了苏菲娜的第一，看起来也不怎么样。这里是兰兰的直播间，不是苏菲娜的，过来这里捣什么乱？直播间吵成了一团，莫格看到他们在指责兰兰，眉头一皱，任性了一回。不少故意过来骂兰兰的人很快都被禁言10年了，还是风星际 ID， 而兰兰对此一无所知，她正对全新的世界无比好奇。附近的幼崽一进来就控制不住变成了自己的动物本体，到处乱窜，战斗时变成本体会让他们的战斗力更强。幼崽们都在随缘乱找精致太阳花，变成动物本体是兽人的本能，不用学习天生就知道该怎么变化。可兰兰当蓝星普通人当了好几年，对这常识两眼一抹黑，没有一点变成龙崽的本能。小光球跟了进来，听到了兰兰内心的苦恼，这个只要你想，意念中默念就可以随时变成本体，我还挺好奇你到底是什么样的。这么简单的事情兰兰一学就会，可兰兰盯着监控器还不想变，直觉告诉她当众变成小龙崽，以后会有更多人想捏她的小脸蛋。泽维尔和爱莲对兰兰喜欢这个样子出现并没有觉得不妥，我闻到了精致太阳花的味道，跟我来。爱莲变成小仓鼠后的嗅觉相当灵敏，肥嘟嘟的身影跑得飞快，很快就带着两人赶超所有队伍找到了第一个宝箱。遮天蔽日的树林里，一个宝箱正孤零零地待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兰兰在那里，附近怎么没有守着宝箱的怪物？有点奇怪，靠近的时候我们小心点。三人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悄悄靠近宝箱，小心翼翼打开了宝箱，只见一枚精致太阳花正躺在红绒当中，在阳光下闪烁当中金光闪闪，特别漂亮。兰兰一看到精致太阳花，眼前一亮，心中喜欢的不得了，她伸手进去将精致太阳花拿起来，拿到了，太过顺利让他们三人隐约有种不安的感觉。而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悄然接近了兰兰他们，张开了血盆大口冲着她飞了过去，巨大的黑影将他们三人笼罩住。兰兰小心！泽维尔察觉到危险，来不及遮掩，化作小凤凰，直接将兰兰和爱莲抓起来躲过了偷袭。小心，这是 S 级傀儡兽，别受伤了。S 级狂蛇的出现让直播间涌入不少人，惨了惨了，这怎么打得过？这几个幼崽第一轮就要被淘汰了，泽维尔还不如跟苏菲娜组队，就不用这么倒霉了。见此情形，维拉嘴角愉快的勾起，不用他们主动出手就能将兰兰淘汰了。他下意识瞥了眼陛下紧张的神情，心中的毒刺越扎越深，这 S 级傀儡兽要是能直接杀了兰兰就好了。此时战场内，泽维尔和爱莲身上已经挂了彩，兰兰将两人护在身后，这些人都是我罩的，大师我不许你伤害他们，不然把你做成蛇羹。他按小光球教的战斗方式，将精神力凝聚掌心，一巴掌拍向了巨蛇，狂蛇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扇飞了，吐了一口血就没了。人面蛇吐出几块绿色的星河，触碰到就化作了他们的力量，身上的伤瞬间好转，精神力变强了。兰兰眼前一亮，甜甜的，像我爱吃的果糖。我们继续去揍他们吧。
尝到了甜头的兰兰迫不及待主动想找傀儡兽麻烦。泽维尔和爱莲目瞪口呆，兰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的？爱莲泪眼汪汪，老大我将永远追随你，你们都是我罩的。直播间特别热闹，这个幼崽也太强了吧，一巴掌一个 S 级傀儡兽，我对上他都得想想能不能打得过。整理好状态，三人又继续朝着下一个太阳花的位置赶了过去。莫格盯着兰兰使用的力量若有所思，这个幼崽的天赋技能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莫格一开口，桑翠心里就咯噔一次，陛下你的病又犯了，总是盯着别人家的幼崽是自己家的，求求你了别在这里发疯了。不是这个意思，他这个能力很独特，是星际当中星辰一族才有的独特能力。莫格在自己混乱的记忆里找到了些许记忆，曾经有一道熟悉的身影使用过类似的能力，不过比起兰兰的他的更为强大恢宏，让人惊鸿一瞥，再也不能忘记，感觉是很重要的人，他找不到心里空落落的，就像是失去了很重要的存在。桑翠愣了一下，突然祈祷兰兰不是莫格的崽，跟星辰一族也没有任何关系，据说星辰族群比龙族还缺新生儿，到时候很容易出现争抢抚养权的诡异场景。莫格沉思片刻，可能我记错了吧，桑翠你知道的，我的记忆至今还没恢复，医生对我的情况束手无策。莫格继续看直播，兰兰这边有了嗅觉灵敏的爱莲，视野不错的泽维尔和战斗力 C 位的兰兰，三人小组很快就成为了找到最多精致太阳花的人，战斗力和精神力也蹭的上涨。小光球在引导兰兰战斗这块做得十分出色，又陆陆续续教了她不少技能，不过半天的时间，他们就有了12朵精致太阳花。苏菲娜本来得意自己半天就拿到了9个太阳花，可抬头一看面板，顿时脸色不好看了。又是兰兰，她摸了摸口袋里那个诡异的试管，难道她真的要作弊才能赢过兰兰吗？苏菲娜逐渐变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，而正在苏菲娜为难的时候，她看到了3只小熊擦肩而过，紧接着她动起了歪脑筋。你们站住！小熊三兄弟是苏菲娜的粉丝，一看到苏菲娜叫他们，屁颠屁颠的跑了过去。苏菲娜，你要跟我们一起走吗？我问你们，你们现在有几个太阳花了？闻言，小熊三兄弟有些尴尬，只有1块，可能我们要被淘汰了。兰兰那边有12块，怎么不去问他们要？小熊三兄弟瞪大了眼睛，这不好吧？这不是抢吗？苏菲娜恨铁不成钢，人家想跟你们一起上学。小熊三兄弟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，一咬牙决定干了，紧接着屁颠屁颠跑了。看到有冤大头去找兰兰麻烦，苏菲娜心情好多了。很快兰兰他们就遇到了拦路打劫的幼崽小组，3只小熊凶巴巴地站在他们的必经之路。站住，把你们的太阳花交出来，等我成功进学校就照你们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爱莲身为仓鼠一族的人娇小，可胆子却不小，跳出来吱哇叫，抗议他们的霸凌抢劫。小熊三兄弟上前推了一把爱莲，险些把人推倒在地，挥起拳头恐吓他，强者为尊，这是规矩，没有用的小仓鼠还敢质疑我，小心我揍你。兰兰气呼呼把人拉了起来，你们不可以欺负我的朋友，他们2个都是我罩的，把他们打趴下吧。泽维尔直接想动手，既然是规矩，那就打赢他们，让他们把太阳花上交。兰兰开打，幼崽队伍遇事不决，决定用武力打服对方。小熊三兄弟觉得兰兰看起来就是个粉雕玉琢的可爱幼崽，看起来没有威胁，准备先从他下手，一直不暴露兽体，估计跟爱莲的仓鼠兽体一样，都是无能的废物。泽维尔看起来不好惹，兰兰和爱莲还不好欺负，还能把他们打趴下不成？直播间看着两边幼崽准备打起来，众人愉悦地吃起了瓜。看戏了看戏了，有请第1位受害者。但凡他们看到兰兰巴掌战神的光辉历史，都不会认为他好欺负。在3个人里精准找到了最难打的人，这怎么不算是一种本事？自讨苦吃路走歪了。屏幕外看直播的莫格剑眉一竖，冷哼一声，看起来很不满。纵雄家族就是这么教幼崽的，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别人，这都惯成什么样了？桑翠，让他们的监护人去好好学习怎么教育孩子，不然别在地心混了。莫格看到兰兰被人找麻烦，心里越来越急躁。桑翠已经麻木了，不再做挣扎。是陛下。莫格自从亲临入学测试之后，性子越来越阴晴不定了。棕熊家族因为幼崽被迁怒要倒霉一阵子了。桑翠透过直播看到无所畏惧的兰兰，想到他一巴掌干掉一只 S 级傀儡兽的怪力，觉得莫格也不用先担心，吃亏的还不一定是谁。事实真如桑翠所想，这场战斗刚开始就结束了。兰兰控制了一下自己的力度，快速跑过去，一人一巴掌扇飞了，扇得他们眼冒金星。兰兰跑到他们面前，伸手讨要太阳花，你们输了，把你们的太阳花给我。小熊三兄弟被打败，懵逼中被迫交出了太阳花，嚎啕大哭跑了。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打不过真的打不过，怎么会有人一巴掌就把他们打飞了？早知道就不听苏菲娜的了，趁现在不如赶紧去找新的太阳花，不然他们真的要被淘汰了。兰兰水汪汪的眼睛里写满了疑惑，这么快输了，他们是来给我送太阳花的吗？真是好人啊。兰兰3人还是按之前的计划去找宝箱打怪，就是途中装得3人病殃殃的，一看就好欺负，老老实实去拿精致太阳花的。兰兰他们不会主动攻击，若是有人贪心想抢他们的太阳花，他们也不客气了，等别有一心的幼崽过来打劫，他们直接开打，一直钓鱼一直爽。兰兰他们的太阳花数量蹭的往上涨，这场测试渐渐进入了尾声。兰兰和苏菲娜依旧在第1、第2名，每次苏菲娜刚赶上来都能迅速被压一头，而外面的维拉看在眼里，碧绿色的瞳孔逐渐变得阴沉，随后走到角落里换出了一条小蛇，并交给他一个防身的吊坠一起带进去。你偷溜进去告诉苏菲娜，如果她实在打不过兰兰，那就用我给她的东西，她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输给兰兰，无论用什么方法，我都会帮她善后。苏菲娜不逼一逼她是不会动手的，等到以后她才知道自己的用心良苦。紧接着小蛇避开所有监控，悄悄到了苏菲娜附近，传达了维拉的意思，把吊坠送到了她的手中。苏菲娜脸色
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知道了，告诉妈妈我会赢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才不想用脏手段。他又进入了试炼角逐中。随着时间过去，兰兰和苏菲娜的队伍同时都达到了29枚精致太阳花，而现场只剩下了一个宝箱。兰兰他们向着最后一个宝箱走了过去，他们同时与另一个队伍碰到了宝箱。苏菲娜不敢置信地看着与他同时到达的兰兰，心里说不出的烦躁。兰兰，我才不会让给你，这是我先找到的。兰兰在试炼当中慢慢摸清楚了兽人相处的规则，遇事不决就打服对方。她正在慢慢融入这个世界。兰兰从小到大一直在被抢东西，所有人都在讥讽她不过是被抛弃的崽，没有东西属于她，所有人都在抢她的东西。这次她不会让了，明明是我找到的，不服就打过一场，谁赢归谁。苏菲娜想了一下，愉快地应下了，得意地向兰兰挑衅，那就来战，我打赢了这个精致太阳花归我，输了归你。苏菲娜她还有一个杀手锏没用，就是化兽体来战斗，能把她的精神力攻击强度短时间内提升到 SSS 级。兰兰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丫头拿什么来对付她？ SSS 级精神力在她这里没有用武之地，她赢定了。说罢，苏菲娜画出了她引以为傲的亚龙兽体出现在了众人面前。跟真正的龙族不同，苏菲娜亚龙兽体更偏向她的家族黑蛇，勉强可以 cos 小龙仔。两人见面时不断涌入不少观众。在苏菲娜亮出亚龙兽体时，热度达到了巅峰。我看了这么久都没见到兰兰亮出自己的兽体，是不是太过弱小见不得人啊？看我们的苏菲娜怎么用亚龙兽体吊打他们。苏菲娜是骄傲自己的亚龙形态的，飞在半空傲慢看着一动不动的兰兰，你不变成兽体跟我打？兰兰打量了一眼苏菲娜的实力，摇了摇头，对你还用不上。苏菲娜感觉自己被小看了，这种羞辱让她怒发冲冠。你会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，我会让你知道谁才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幼崽。泽维尔和雪莲看着为兰兰感到了紧张，在场所有人都在为她揪心。别紧张，用我新教你的东西，尽情的享受战斗中的快乐吧。只见兰兰凝聚了星辰之力，在苏菲娜冲过来的一瞬间，星辰之力照着泽维尔的兽体捏出了一个星辰凤凰，和雪莲的星辰仓鼠砸了过去。精致漂亮的小废物对我没用，可下一秒苏菲娜就发现自己轻敌了，一撞到他们，苏菲娜就感觉自己被两个小行星撞到了，巨大的冲击让她瞬间被击落在远处的树上，胜负已定。苏菲娜抱着树才没被砸落在地上，不敢置信地看向了轻松把她打倒的兰兰。不可能，你怎么做到的？直播间那么多人，她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输得一塌糊涂，丢脸丢到姥姥家了。苏菲娜三番两次在兰兰这里受挫，自尊心让她无法接受事实，眼角泛着泪花从树上跳下来后转身跑进了树林里，转眼间不见了踪影。兰兰轻松击败苏菲娜，精致太阳花已经找得差不多，距离试炼结束时间不到1小时，大家正在原地休整，准备离开试炼之森。然而在一个无人察觉的地方，苏菲娜来到了一个监控死角，擦拭掉了眼角的泪水，悄悄把口袋里的试管丢了出去，扭头就离开，找个安全的地方避难。兰兰，我不会让你得意的，第一只能属于我。试管碰到坚硬的石头裂开，淡绿色的液体四溅开来，紧接着里面的小怪物睁开了赤红的兽瞳，一触碰到空气身体快速膨胀，实力也逐渐增强到超越 SSS 级的强度。它正在以一种十分恐怖的速度成长起来，试炼之森里所有幼崽的气息在它的面前无所遁形。西西我来了！一无所知的幼崽们正在清点战利品。莫格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，警觉地寻找着危险气息的来源。桑翠，我闻到了异兽的气息，派人下去查一下。此时兰兰正举着精致太阳花在太阳底下反复欣赏，真好看啊！她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送给贝斯姨他们。兰兰爱不释手的样子引起了别人的注意，直播间观众被她的微笑感染，仔仔笑起来好可爱，快过来让姨亲一口，多笑笑宝宝，笑得我的心都化了。贝斯看到兰兰的神态，想到她从前吃了不少苦头，心疼不已，打开手机下单了不少玩具和宝石，想作为礼物当做惊喜送给兰兰。两人各自都想着给对方送礼物，看到兰兰的笑容，莫格焦躁不安的心情平复了下来。桑翠回头去我的私人库房，带几箱稀有宝石送过去给她当玩具，越闪越贵越好。陛下是真心的吗？你现在应该没有犯病。桑翠怀疑人生中，怎么我就不能看她可爱送她点玩具？桑翠木着脸，可以，陛下你说是什么就是什么。此时兰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，你就是兰兰，听说你打败了苏菲娜，这个幼崽是苏菲娜的狗腿子塞拉，小熊猫家族的幼崽。兰兰眼睛亮了亮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强的地方，居然可以打败我们的老大苏菲娜，我来替她夺回荣耀。苏菲娜打不过我，你们可以吗？你也要把太阳花送我吗？兰兰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才不是呢，我就是过来警告你，别得意，我们的苏菲娜大小姐迟早会变成龙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输了就别给苏菲娜卖命了，给我卖命！不出意外，塞拉完全打不过兰兰，变成了小熊猫，缩在角落里嚎啕大哭。干脆面你打不过我，跟我混吧，以后你就是我小弟了，以后见面记得叫老大。他奶声奶气地说着霸气的话，闻言塞拉却将身一扭，转身消失在灌木丛中。兰兰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摸不着头脑，而距离试炼结束就剩10分钟的时候，变故突发，幼崽惊慌失措的尖叫声打破了试炼之森的宁静。救命，有怪物要吃我！大地传来震动，群鸦飞起。兰兰小脸一皱，我闻到了血腥味，有人受伤了，先去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兰兰察觉到这个伤人的怪物实力远在他们之上，可以轻松杀了他们，身上的汗毛都炸起来了。想到了有朋友需要保护，兰兰表面强装镇静，心里却紧张到不行，紧张害怕的情绪顺着精神力向地心的龙族散发出去。出现了很可怕的吃人怪物，会被吃掉的，该躲到哪里去？正在外出找人的龙族一顿，仔仔在害怕，
他遇到了危险了，躲我这里来！一群废物，人在地心找了1个月都找不到人，次次都要等到龙仔遇到危险求救才能找到一点踪迹。这次他离我们很近，在帝国幼崽学校到处寻兰兰下落的龙族，一个个画出了龙形，正飞快地向兰兰的方向飞了过来。莫格猛地看向了试炼之森的方向，在这里，试炼之森里出事了！幼崽的尖叫声传出来，让在场的人无比揪心。监控机器人迅速往声音传来的方向飞了过去，紧接着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，一只浑身散发黑气的老鼠正兴奋地追捕幼崽，在兽脸上让人看到了狡猾和残忍的笑。努力逃吧，我喜欢听你们绝望的尖叫。这一幕被全星际看了个正着，怎么会有 SSS 级的异兽闯入了幼崽的试炼之森？幼崽们怎么打得过异兽？要出大事了！莫格神色一凛，拿出武器率领侍卫们冲向试炼之森。兰兰他们现在还算安全，他们3人正藏在巨树之上一个视野不错的地方，隐匿自己的身形和气息，等待救援。突然听到了一道呼吸声由远及近，正向他们这里走来。嘘，别出声，他来了！3人屏住呼吸，不敢出任何声响。可来的不只是异兽，还有逃跑的幼崽。兰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快速从树下逃跑，是塞拉！爸爸妈妈救救我！我再也不调皮找人麻烦了。树上的兰兰3人目睹了异兽追塞拉全程，看到庞大的异兽个个面色凝重，怕尖叫出来捂住了自己的嘴，好可怕！异兽的实力加起来比他们3人都还要强，本性暴虐残忍的异兽，在塞拉没体力摔倒在地上时，才准备下手收割自己的猎物。兰兰很害怕强大凶残的异兽，但是看到曾经在他面前鲜活的生命，即将在他面前惨死消逝，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。兰兰挡在了塞拉身前，引用星辰之力重重一击击退了异兽。塞拉本来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兰兰没想到你会来救我，之前是我对不起挑衅你，快跑，你打不过他的，他会吃了我们的，你可是我小弟，我不会看着你死的。兰兰拿着一根刚折下来的树枝作为武器对准了异兽，坚定的目光让人有种安心的力量。塞拉一时间看呆了，好帅，如果他们能活下来的话，认兰兰当老大也不是不行。异兽没想到关键时刻会有人敢跳出来阻拦他，哪来的幼崽敢出来送死？你身上有2股我很讨厌的气息，送上门来，那就一起杀了吧。虽然兰兰害怕的不行，但也强忍恐惧。你别过来，这地盘都是我罩的，这是我小弟，你不能伤害他。场外观看直播的维拉嘴角扬起，不自量力的幼崽居然自寻死路，挡在异兽的面前，挡了我们的路，怨不得我了。可惜了一个天才幼崽要死在这里了，有他给的异兽信物在，试炼之森里只有苏菲娜会平安无事。至于那些平民幼崽的死活跟他有关系吗？能成为他们黑蛇家族的垫脚石都是荣幸，这是他和别人的交易。而这时突然维拉旁边的通讯设备响起了阴冷的声音，早和我们合作你就不会这么被动，你可爱的苏菲娜也早就晋升为真正的龙崽了，你想要的东西我们都会给你，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合作。维拉反驳道，你话说得轻巧，把危险异兽带到帝国里来，一旦被发现我必死无疑，哈哈哈，你已经做了，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维拉再不甘心低人一头，选择在试炼之森放出异兽来探路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拉入了这浑水当中。兰兰那个幼崽看起来对我们威胁很大，想办法除掉它，别忘了现在我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。神秘的声音中断了，紧接着维拉扭头继续看向了直播间，要不是这个死丫头，他才不会走到这一步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贝斯撕心裂肺的模样了。此时异兽轻蔑地看着兰兰，完全不把他这个看起来安全无害的幼崽当回事。敢出来救人，那你当我的第一个小点心吧。直觉告诉他应该快点杀了兰兰，否则后患无穷。兰兰人虽小，但是身体灵巧，让他灵活地躲过了各种致命伤，上蹿下跳的身影让人怎么也捉不到。一人一兽互相缠斗了一段时间，可到底对付异兽的经验欠缺，一个不小心被异兽阴了一把，一个没站稳要害暴露在了异兽的獠牙下。眼看异兽的獠牙近在咫尺要杀了兰兰，突然锋利如剑的墨雨飞来刺向了他的眼睛，生生将异兽的一只眼睛戳下了。不等他反应，随之而来的是漫天的松果打在他身上，接二连三的偷袭让异兽放弃了针对兰兰，躲过了袭击，一下子又拉开了安全的距离。而兰兰还未站稳，2只手就将他拉了起来，带着他闪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爱莲鼓起勇气叉腰向异兽发出了警告，别以为你的对手只有兰兰，还有我和泽维尔。兰兰发现身侧的人是泽维尔和爱莲，你们怎么下来了？这里很危险，你们快躲起来。泽维尔挥了挥手，小弟也不能让老大一个人单打独斗，我们来帮你了。爱莲点头，俺也一样，来几个都是给我添点心的。异兽意外的发现附近居然还藏了2个幼崽，随着人多了起来，这里的战斗开始激烈。异兽察觉到有人正在想方设法打开大门出入口，心想速战速决，必须在他们过来救援前杀了这几个崽子。一旦有幼崽死在这里，不仅可以灭掉他们的新生力量，莫格也会被质疑能力，他这皇位也坐不稳了。想到这里，异兽一咬牙掏出了一瓶药吃了下去，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变强之后的异兽精神力已经不能用 SSS 级来形容，没几下兰兰3人就被甩出去跟塞拉在一起。异兽向他们走了过去，大地都在震动。与此同时，被封禁起来的试炼之森出入口终于被众人合力打开，不少人冲了进来。异兽听到有人过来的声音，迫不及待要对他们下手了。有人进来了，让我速战速决，让我看看你们父母悲伤绝望的哭声是不是会动听不少。兰兰扶着树再次站了起来，小光球围着他焦急地替他治疗，身上的伤口恢复如初。他快步走了过去，再一次护在了众人面前。兰兰还有底牌还没用，他可以的。异兽一看到他的金色琉璃瞳变成了兽类的出现，这是要画兽了。异兽不想生事端，直接向兰兰发动了袭击，然而却扑了个空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兰兰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龙崽，飞上了半空，躲过了异兽攻击。优美的龙族姿态让人难以忘记，一双金色的琉璃眼睛中天生的威压，让在场的人瞬间震惊了片刻。异兽一看到这双酷似莫格的双眼，本能的后退了一步。兰兰蓄力砸断了异兽的几颗牙齿，挑衅异兽试图
图把他的目光引向他这边，来跟我再打一场。兰兰现出兽体的一瞬间，莫格身为距离他最近的血亲，察觉到了血脉当中的精神力共鸣，他听到了心脏处另一颗小心脏的跳动声和紧张不安的情绪。我的孩子果然在这里，随后迅速向发生战斗的方向跑了过去，希望他可以赶得上。与此同时，星际深处，王座之上百无聊赖的男人察觉到了远处熟悉的星辰之力，瞪大了银色点缀了星辰的眼睛，激动地看向了地心的方向。快给我定位那个星系在哪里？这个星辰之力他找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消息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。更热闹的是全星际直播的直播间，我没看错吧？兰兰怎么会是小龙仔？他不是雪豹家族的幼崽吗？你们瞒得我好惨啊！那兰兰不就是现在龙族唯一的幼崽？这不得宠死！托尔和卡莎看到众人疯狂的样子，感觉压力山大。他们希望兰兰可以找到爱她的家人，又怕那个疯子皇帝对她做下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未到最后的时刻，谁也拿不住莫格对兰兰的真正态度。维拉在看到兰兰变成小龙仔的时候，从椅子上猛地坐了起来。兰兰她必须死！真正的小龙仔回归帝国，苏菲娜在龙族里就没有任何地位了。维拉阴狠的目光盯着屏幕中的异兽，我冒着风险把你带进来，你可得把兰兰给我弄死了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兰兰身上的伤势越来越严重，营养不良多年体力不支的身体逐渐支撑不住。一瞬间，所有龙族再次听到了小龙仔意识里下意识向长辈们寻求帮助。受伤了，快撑不住了，该怎么办？奶声奶气的求助声音让所有龙族都心疼。仔仔受伤了，飞快点，我开私人星舰过去，马上杀过去，让异兽好看，先到先得，谁先抢到这就是谁的仔。兰兰身上的伤越来越重，她表面强撑镇定，不想让同样身受重伤的朋友们为她担忧。狡猾的异兽抓住一切机会袭击兰兰，在她丧失力气的时候把她打回了人形，在致命一击落下的时候，泽维尔飞过来把兰兰接住，躲过袭击。兰兰撑住，很快就有人过来救我们了。两个濒临死亡的幼崽身上的血流了一地，你身上血的味道也有点熟悉。地心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不过今天无论是谁过来都阻止不了我杀了他，他死了才不会破坏我们的大计。紧接着几个幼崽被甩上了半空，兰兰感觉自己像断线了的风筝正在坠落，眼看着即将落入异兽的血盆大口当中，兰兰心想他今天应该死定了吧，好可惜，没来得及买下精致太阳花送给贝斯姨看看他的笑容，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爱不爱他，有没有期待过他来到这个世界。然而兰兰没等到死亡，她感觉到自己被结实有力的臂膀抱了起来，抬头看去发现是莫格。你没事吧？这是莫格第一次抱起如此幼小的孩子，这会是他的孩子吗？兰兰第一次见到巨龙形态的莫格，但是第一眼她并没有感觉到恐惧，对他更多的是好奇和天生的依赖。是爸爸，他愣住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怕开口说话这个梦就醒了。不仅是莫格，不少龙族庞大的身影漫天都出现在了试炼之森上空，一看到濒死的幼崽们，直接向异兽发动了攻击，很快异兽就被撕成了碎片。兰兰因失血过多顿时失去了意识，迷糊中她听到了别人焦急呼唤她的声音，有贝斯姨，还有很多她不认识但担心她的人。她在昏睡中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她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光点，就像是星辰一样正坐在云端上。一个银发的男人从远处走来，蹲下来替她疗伤，脸上满是慈爱。小家伙，你受伤了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去找你，还有找你的爸爸妈妈算账。可没等兰兰回答，小光球突然出现，像是看到了一个大麻烦一样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将他丢了出去，不许接近他，滚出他的精神世界。兰兰问小光球为什么，这个奇怪的叔叔看起来不是坏人，他还帮我疗伤呢，跟他之前梦到的那个漂亮大姐姐长得好像，下意识的对他产生了好感。小光球转了一下，对那个神秘人很不满，宝宝以后见到这个人就把自己藏好，最好别让他发现你的星辰之力，不然他会把你抓去干苦力的。兰兰思考了一下，决定信他。小光球陪兰兰玩了一会，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打开了一道门，轻轻的将他推了出去。你已经睡了7天，现在该醒来了，再不醒来你的贝斯姨就要哭下了。病床上的他睁开了双眼，这是哪里？刚走到门口附近，他就听到了熟悉的声音，趴在门上开始偷听，只听托尔正在病房鬼哭狼嚎，陛下，其实兰兰是我的崽，跟您没有关系，放他一条生路吧。闻言莫格沉默了片刻，尽量让自己显得和善一些。放心，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伤害兰兰的。兰兰在门后面不知道该不该出去，爸爸听起来并不讨厌他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贝斯打开门，一群人跟兰兰面面相觑。兰兰你醒了。贝斯心疼的过来给他一个拥抱。兰兰一看到贝斯，想到了一件郁闷的事，贝斯姨，我本来想把太阳花买下来送你，现在来不及，要等以后了。莫格定定地看着他们互动，心中泛起了酸意，明明近在咫尺，他们之间却仿佛隔万里。兰兰察觉到莫格出神地看着他，躲到了贝斯的大尾巴后，好奇地打量他，可不看不得了，一看吓一跳。不久的未来，苏菲娜杀了发疯的莫格，以龙血让自己晋升为龙族，在帝国成为了名声最大的英雄，纯让苏菲娜升级的血包工具人。兰兰感觉怪怪的，直觉告诉他这背后藏着一个大阴谋。兰兰看陌生人似的躲避，让莫格的心都碎了。可暗自神伤时，他的衣袖被拽了拽，低头一看，只见兰兰将他的一个太阳花塞到了莫格的掌心当中。别难过，送给你要开心哦。莫格凶名在外，很多幼崽见了他都是躲着走，如今兰兰主动接近他，心里暖暖的，这是他收到的最棒的礼物。贝斯实在担心兰兰的伤势，带了一堆医生为他进行体检。莫格不会认错自己的孩子，只需要一个基因检测就知道答案。之前兰兰正在抢救，现在人平安无事，这件事就提上了议程，刚好用来堵住一堆想偷幼崽还硬说是自己的龙族的嘴。不少记者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，一堆人蹲在医院附近，准备拿到第一手资料。而另一边，苏菲娜在豪宅里看着光芒，闷闷不乐的用被子蒙着脑袋不说话。维拉偷偷把现场他们放出异兽的证据清理掉，回到了家里，得知苏菲娜在生闷气，过去安慰她：我可爱的苏菲娜，怎么生气了？妈妈不怪你，第2名也很棒，这是别人抢了你的东西，不是你的问题。苏菲娜从被子里钻了出来，钻入维拉怀里。妈妈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会一次又一次输给她？我就算作弊
都比不过。妈妈帮帮我，我的小苏菲呢？妈妈不会让你跟我一样的，我会帮你解决一切。维拉再次联系上了那个神秘人，爱女心切的她再次选择了跟他合作。你一定得帮苏菲呢，帮我除掉兰兰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再来找我。一个又一个针对兰兰的阴谋正在形成，而此时的医院一天比一天热闹，两个身影悄悄靠近了兰兰在的病房，发现病床上的兰兰不见了踪影。他们正疑惑兰兰人去哪里了，兰兰突然在旁边探出头来，看着泽维尔和艾莲，你们在外边不进来干什么？快进来跟我一起玩。泽维尔和艾莲身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，伤还没大好，担心兰兰的伤势，就跑来探望兰兰。看到兰兰平安无事还活蹦乱跳的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兰兰把他们带到了病房深处，泽维尔和艾莲都被一堆好吃的和宝石震惊到了。艾莲小馋猫流口水，哇，好多东西。兰兰见到朋友乐意跟他们分享，见到你们没事太好了。最近有不少龙族兽人借口探病，带着大包小包的过来看他，礼物把病房堆得满满的，个个看着他双眼发光。要不是兰兰病着，恨不得当场把人打包带走。还有想教唆兰兰跟他们走，跟着莫格有吃不完的苦日子，不如跟他们去过好日子。这些暗戳戳挖墙脚的龙族很快就被莫格黑着脸丢出去了。这群龙族自己没幼崽就不会自己生吗？你们没有幼崽吗？为什么要觊觎他的？从这一天后，没有莫格的同意，不许陌生人过来探望兰兰，这才消停了。泽维尔和艾莲带来了一个消息，虽然测试暂时中断了，但是结果还是他们第一。等到伤好的时候，差不多就是入学时间了，我们估计能在一个班呢。嘿嘿嘿，我做梦都想不到我能入学这里。艾莲你也很厉害了，应该的。兰兰想到新朋友能一起上下学，兴奋的不得了，开始期盼起了入学。三人没心没肺的待在一起玩，直到玩累了睡过去，被各自抱回自己的病房。地心的科技远超荒星，很快莫格和兰兰之间的鉴定就出来了。检测人员看到大吃一惊，仿佛吃到了大瓜，很快心网的瘫痪几轮了。基因检测的结果很快被送到了莫格的桌案之上。陛下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桑翠一拿到基因匹配报告，偷偷往上面看了一眼，看到结果心中如惊涛骇浪，让他震惊不已，迅速将机密文件呈到了莫格的桌子上。他总算是第一时间吃到了最大的瓜。陛下，你这个渣男，居然真的干出了把老婆孩子丢外边流浪不带回来的事情。莫格刚处理完政务，看到了呈上来的基因匹配报告，有些紧张的打开看了起来。悬在心口上的巨石终于落地，与他猜测的一模一样。兰兰确实是他的孩子，他们是血浓于水的父女，有证据在，这下别人再也不能用他们之间没关系的理由来搪塞他，狠狠打那些想抢龙崽的龙族的脸。莫格一处理完政务就马不停蹄跑去探病。兰兰正在病床上睡觉，梦到了很痛苦的事情，在梦中哭泣，梦中还呢喃着什么，精神力出现了些许波动。不要，别不要我，我会当一个乖小孩的。听到这句话，莫格心疼坏了，我没有不要你，做个美梦，晚安。莫格触摸兰兰的额头，与她进行了精神力共鸣。兰兰正做着一次又一次被抛弃的噩梦，她突然感觉一股力量流淌入了她的身体当中，她跳出了噩梦，进入了棉花糖一样的梦境中，甜甜的软软的，她做了出生以来最美好的梦。兰兰梦醒时看到莫格正在旁边守护她，因一夜未睡打起了瞌睡，看到她身上还没收回去的墨色龙鳞，好奇的过来看了一下，跟她的好像，原来这个世上不是只有她一个小怪物。兰兰好奇的伸出手想触摸，生性警惕的莫格时时刻刻都感觉自己在战场睁开了眼睛，他吓了一跳，忙伸回去，别怕，我是爸爸。莫格温和看着兰兰，眸子满是慈爱和期待。兰兰感觉她在龙蛋里的时候就曾被这样温柔的目光注视过，她的出生真是父母共同期待的吗？父女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，她解释过去的事情，打开她的心结。对不起，几年前我出了意外，记忆出了问题，忘记了很多事情，让你一直在外面流浪。如果早知道有你在，不管距离多远有多危险，我都会去找你回来，让我承担起身为父亲的责任，成为你的家人好吗？第一次当父亲的莫格觉得这对他也是一个挑战。你喜欢我吗？会爱我吗？你期待我的出生吗？这是兰兰一直好奇的问题，别人都不能替父母回答的问题。莫格在支离破碎的记忆中找到了零星破碎的东西，他曾经对什么东西的出现非常期待，欢呼雀跃又紧张，记忆混乱后一直搞不清，还找不到蛛丝马迹。现在面对兰兰，才隐约察觉到这是对新生命诞生的期待，还有新手父亲的紧张。他期待兰兰的诞生。莫格认真的回答，当然，我爱你，我一直期待你的出生。兰兰多年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，终于鼓起了勇气，第一次对莫格叫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称呼，爸爸。天真无邪的声音叫着莫格。闻言，莫格心花怒放，他再也不是没有幼崽的野父亲了。两人寒暄了一下兰兰这几年的生活，拉近了感情。莫格继续问兰兰一件他很在意的事，你还记得你妈妈是谁吗？按理来说有崽就有妈，亲妈哪去了？莫格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渣男。兰兰眨了眨眼睛，摇了摇头，没见过，我原来是个死胎，有人想杀我，一直不知道父母是谁。兰兰想到了他那个怪梦，告诉了莫格。兰兰也疑惑，记忆中那个对他百般温柔的银发女人，她会是妈妈吗？莫格一下子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有人想毁掉龙蛋，有些人真是贼心不死。龙族在龙蛋中时对外界是有感知的，他听到见到的场景十有八九是真实存在的。兰兰不是什么鬼扯的感而有孕，她确确实实是父母生育下的孩子。意图毁掉龙蛋的人，察觉是个死胎，当作星际垃圾丢了。兰兰四处飘荡，6年前意外的从死胎有了生命孵化出来，颠沛流离中回到了帝国。这段时间偏偏是莫格因为受重伤濒临死亡，记忆错乱最严重的时候，对这段记忆完全不记得。难道跟几年前的叛乱和异兽入侵有关系吗？莫格在支离破碎的记忆里，他突然间回想起了一个小片段，同样是战场上休息的片刻时间，莫格突然察觉到身后有一道难以察觉的呼吸声，正欢呼雀跃地向他跑来。战场上的警觉性让他紧绷到了极点。黑色的龙尾率先出手环上了，很快凭着触感认出了是谁，无奈地问面前泛着金光的银发一瞳的少女，这种把戏你玩了很多次了，还玩不腻吗？银发女人红唇微微勾起，没劲，大老远过来找你，每次过来都被你抓住了，你就不能让我从背后抱一下你吗？小黑龙，话说回来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每次过来除了我都没人发现你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你
你猜，他们二人的关系密切，在对方面前可以卸下防备。他们曾经亲密无间，是谁？这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感觉这么亲切？现在却一直见不到她。她在战场中到底遇到了什么事，才会忘记那么多东西？莫格越是想回忆起这张熟悉的面孔，错乱的记忆在紊乱精神力的冲击下，让他头疼欲裂，脸上不受控地画出了龙鳞，理智趋向于混乱。莫格越来越像是一头无理智的野兽，逐渐走向了他原本该有的命运。兰兰看到莫格痛苦的样子，很担心，想帮他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帮忙。小光球飞围着莫格转了一圈，若有所思。宝宝，你想帮他吗？可以用你的星辰之力与他精神力共鸣，帮忙梳理。星辰之力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作用哦。兰兰小小软糯的手握住了莫格宽大的手掌，学着他梳理精神力的样子，运用自己的星辰之力帮他疏导。爸爸，你还好吗？精神力共鸣让莫格越发混乱的精神力瞬间缓和了不少，退化症竟然隐约开始有了治愈的现象。莫格清醒了过来，不可思议，这退化症是公认的绝症，从来没有人可以治愈。他居然在兰兰的身上看到了希望，这难道就是当初有人要毁掉龙蛋的真相？兰兰的身份太过特殊，还身怀强大的精神力和能力，背后搞阴谋的人应该快发现了，会继续加害他。为了他的安全，不能继续留在雪豹家族，这件事需要跟雪豹家族商量。他们是把流浪的兰兰带回来的救命恩人，利比他们需要提前跟他们说清楚。莫格也不想委屈兰兰，提前让桑翠去置办公布兰兰真实身份的事宜，尽量大操大办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。可就在准备期间，一些奇怪的流言蜚语竟出现在了星网之上，愈演愈烈的声音甚嚣尘上。我怀疑兰兰的身世有问题，说不定是异兽的阴谋呢。小奶娃好不容易和龙王爸爸相认，却被怀疑是异兽制造的实验体，而他那可怜的老爹，如今还在思念那想不起来的媳妇。殊不知，他的敌人们已正在巧然谋划杀死他的女儿。此刻贝斯来到兰兰身边，怎么了？别这么不开心，小孩子要多笑笑才可爱哦。咦，我给你们带来麻烦了吗？闻言，贝斯恨不得把造谣的人抓起来剁了。没有的，兰兰，我们都会保护好你。夜幕下，莫格金色的双眸中杀意涌动。几年前一次清算让萧小闭嘴了多年，如今却有人敢暗中对兰兰不利，这些躲在阴影中的人必须付出代价。桑翠推了推眼镜，眸光中透出寒意。陛下对小殿下的流言愈发肆无忌惮，是否按原计划行动？莫格目光一凛，语气不容置疑。桑翠，照你的方案执行，你几年前能办得漂亮，现在也一样。还有，先向外界宣布兰兰的身份。明白。桑翠微微颔首，随即新网上的风向骤变，流言一夜之间被清除，涉事账号相继禁言。原本还在叫嚣暴政的人，在真相面前哑口无言。莫格的强势无人再敢动摇。与此同时，民间议论四起，有人猜测陛下如此维护兰兰，或许很快就会有小殿下登场。就在众人热议时，皇室官方账号罕见发声，兰兰确实是我们唯一的小殿下。这一消息瞬间引爆了整个新网，皇室已正式承认其公主身份，所有阴谋论皆为异兽收买人造谣。更令帝国民众振奋的是，待兰兰身体康复，他将首次在新网直播。莫格看到网上无数想偷幼崽的言论，面色一沉。他们喜欢幼崽就自己生，别跟我抢。桑翠轻笑，大家都喜欢小殿下，我们顺藤摸瓜，发现幕后黑手正是当年反叛的龙族与异兽联手，恐将卷土重来，威胁陛下与小殿下。闻言，莫格神情冷峻，加派人手寸步不离守护兰兰，把那些人一个不留的揪出来。他绝不容许任何人伤害兰兰和帝国。这一次反派的阴谋彻底失败，兰兰不仅没有被污蔑，反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。维拉对此愤愤不平，而神秘人则冷静分析，认定兰兰不是普通的小龙崽，死而复生的人难以对付。他准备等兰兰正式出现在公众面前，再伺机下手。为确保安全，兰兰搬进皇宫与莫格同住。半月后，兰兰的康复迎来关键时刻。一大早，兰兰便被女仆长从温暖的被窝里轻声唤醒。姨姨们，天还没亮呢，怎么就要起来了？女仆们见她软萌的模样，忍不住笑意。小殿下，今天可是你昭告天下公主身份的重要时刻，不能赖床了。听说要与爸爸一同亮相。兰兰立刻精神起来，乖巧的任由女仆们为她梳妆打扮。镜中的她宛如降临凡尘的小公主，这是我吗？兰兰望着镜中的自己，眼里满是惊喜。宝宝太可爱了，等会一定迷倒全场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兰兰在女仆们簇拥下前往仪式现场。此刻新网直播间已挤满了观众，所有镜头紧随莫格与兰兰的身影。当莫格牵着她的手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现场气氛瞬间沸腾。在庄严的兽神雕像前，莫格为兰兰亲手戴上代表公主身份的小皇冠，目光温柔郑重祝福：帝国的光辉与荣耀与你同在，愿你前程似锦。兰兰甜甜一笑，爸爸你也是。直播间弹幕飞速刷屏，观众们被她的天真烂漫深深吸引。兰兰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帝国，这一刻也被历史永久记录。时光流转，兰兰终于迎来入学的日子。她刻意选了一身低调的打扮，希望校园生活能少些波折。天未亮，她已迫不及待的等候。幸运的是，挚友泽维尔和爱莲就在同班，早早为她预留了座位。兰兰快来，我偷偷带了零食。爱莲巧声招呼，泽维尔也招手，这里视野最好，我们特意站的。兰兰见到好友安然无恙，心头一暖。好久不见，你们没事真好。周围不少同学用复杂目光打量她，既敬畏又好奇。而苏菲娜带着跟班神情不善的哼了一声。两方阵营分明，气氛微妙。随着上课铃响，老师达利走上讲台，带领大家探索精神力世界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一般会继承父母强势的能力，分为构造系、自然系、治愈系、化武系、进化系5大类。达利简述各系特点，并邀请同学上台展示。苏菲娜率先将自身化为亚龙兽体，轻松击碎巨石，不少人投去艳羡的目光。苏菲娜也得意地瞥了兰兰一眼。轮到兰兰，她一样凝神探查意识海。除了熟悉的星辰之力外，她赫然
发现还有一股潜藏的武器气息，不是说每个人只能有一种能力吗？怎么我有两个？兰兰心头诧异，却也隐隐明白自己的路注定与众不同。她在意识海中反复确认，那个与星辰之力截然不同的武器形态依然静静存在。好奇心驱使下，她用精神力轻轻触碰，顿时那把长刀般的武器在她心中微微颤动，仿佛被压抑许久，终于迎来新生一般，热切的想要现身。与星辰之力的静谧冷冽不同，这股新力量霸道张扬。兰兰暗自纳闷，这不是和老师说的教材不一样吗？正当她迷茫时，小光球在脑海中轻声解释：宝宝，你确实有两种能力，星辰之力是你的本命能力，另外一个则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的化武系。以前怕你暴露太早招来危险，所以我没告诉你。兰兰点点头，下定决心尝试新能力。她走向一旁的钢铁傀儡，众人目光立刻聚焦过来。只见他抬手意念一动，一把等人高的长刀在掌中凝现，刀身冰冷锋利，宛如天成。他挥手劈下钢铁傀儡，应声断裂，攻击力超出机器承载极限。现场一片哗然，还未等大家回过神，兰兰又将长刀变化为枪，星辰之力化作子弹，枪口微亮一发射出，钢铁傀儡轰然炸裂，测试器再次爆出实力超标的警告。一旁的爱莲瞪大眼睛，嘴里的零食差点掉出来。老大，你还藏了多少惊喜？泽维尔也羡慕的开玩笑，武器还能自己变，真省钱。兰兰开心的笑了，以后我会保护你们。三人围着兰兰的能力兴奋讨论，更多同学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。小殿下竟然有两个能力，老师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吗？达利教授刚坐下喝茶，转眼便被一群幼崽围住，纷纷嚷嚷要学第二个能力。兰兰也跑了过去，眼中满是疑惑与期待。老师，你说大家只能有一个精神力，我怎么会有两个呢？他软萌的声音让全班一时安静。达利教授沉默片刻，神情复杂。身为精神力领域的权威，他第一次在现实中遇到拥有两个能力的学生。小殿下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啊，感觉他们就像我的左右手一样，我还能一起用呢。老师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说着，他又灵巧地演示了一遍双能力切换。达利教授紧盯着他的精神力波动，观察良久，终于松了口气，简直是奇迹。小殿下的母亲必然也是非同一般的强者，只有精神力势均力敌的情况下，才可能让孩子安全继承双能力。他心头暗自感叹，莫格的实力无可置疑，而兰兰母亲的身份更添神秘，关于她的来历，整个星系都查不到半点蛛丝马迹，种种猜测指向遥远的星辰一族。传闻中那股星辰之力似乎与兰兰不谋而合，真相始终成谜，同学们议论纷纷，而兰兰却在思索，妈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她能再见到妈妈吗？课后，他随手在纸上涂画，描摹梦中银发金眸温柔目光的女人。小光球飞来，静静落在纸上。你见过妈妈吗？她和我梦里的一样吗？可小光球只是静静闪烁，并未回应。兰兰望着手中画不出模样的火柴人，心头微微发涩。中午课间铃响，学生们奔向东边教室，三人组也加入其中。奔跑间，兰兰敏锐地察觉到背后有一道鬼鬼祟祟的视线，她警觉地放慢脚步，抓准时机，突然出手，一把新武器瞬间架在对方脖颈。抓到你了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不要杀我，我没有恶意。绿化带里一个小小的身影被吓得直往后缩。兰兰一看，原来是入学测试时遇到的熊猫幼崽塞拉。是你啊，塞拉，你跟着我做什么？塞拉长红了脸，我是来道谢的，殿下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他羞涩地把纸盒递上，里面装着亲手做的点心，还有一张黑卡，这是谢礼，请收下。兰兰见他毫发无伤，露出满足的笑容，你没事就好，都说你归我照了，我当然要救你。塞拉见兰兰收下点心，心满意足地把黑卡也塞进他口袋，神秘兮兮地说道，这是黑市入场证明，可以进地心黑市。他耳朵竖起，显得格外认真。兰兰疑惑，黑市三更半夜卖东西的地方吗？泽维尔解释，黑市很隐蔽，只有凭证才能进，听说里面有不少走私异兽，官方多次打击都没成功。爱莲连忙劝阻兰兰别去黑市，太危险了，传说那里还会抓幼崽。兰兰点头答应，心里却对黑市生出一丝好奇，暗下决心若有机会要亲自揭开谜团。紧接着塞拉又羞涩补充，几个月后有学校笔试，如果要搭档可以找我，我植物系很厉害。说完红着脸跑开了。三人吃过午饭赶去古文教室，教室里兰兰刚坐下就感受到一道热切的目光，原来是古文教授莱恩。莱恩对兰兰天赋早有耳闻，特意申请担任他的导师。上课铃响，莱恩教授站上讲台，讲解古文如何与精神力结合。兰兰认真学习，将古文运用于星辰之力和化武系能力，感受到自己在飞速进步，她心中无比欣喜。而就在这时，教室里传出一声惊呼，苏菲娜创造出了新技能，全班目光顿时聚焦，课堂气氛瞬间升温。只见苏菲娜单手画爪，低声念出实话，臂膀瞬间变为坚硬如石的兽爪。莱恩教授一脸欣慰，小苏菲娜，你真是个天才，古文技能掌握得如此之快，是老师的骄傲。苏菲娜听到赞扬，心情愉悦，暗下决心要彻底击败兰兰，收回属于自己的荣耀。而兰兰也被激发了斗志，灵感浮现，她在纸上写下流星二字，回忆起童年透过窗户看到流星雨的美丽场景，那一刻的自由和渴望照亮了她心底。她将星辰之力分散，默念流星，紧接着星光如雨划过，练习傀儡被群攻技能击败，场面华丽震撼，班级一片哗然，这也太美了。莱恩教授更是欣喜若狂，小殿下你太有天赋了，这样的技能我也想学。然而苏菲娜的表情越来越难看，每当她努力突破，兰兰总能更进一步，这种感觉让她愈发执拗。就在此时，莱恩教授将两人叫到办公室，路上苏菲娜压低声音挑衅，兰兰，你是故意抢我的风头吗？我一定会超过你。兰兰坦然回应，你很优秀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变强，请你吃糖，我们和解好吗？可苏菲娜却赌气拒绝，快步走开。她心中暗自立誓，我们永远是对手。办公室里，两人紧张地站在莱恩面前，不料教授笑容满面地递上两封推荐信，别紧张，你们都是我的骄傲。你们知道古文协会吗？